我为剑修，天赋平平，但胜在勤奋。然而，我的父亲不喜我，师兄厌恶我，未婚夫也待我冷漠，只因我有一义妹，她天资聪颖，却人淡如菊。丹云宗上空黑云压顶，瘴气弥漫，是大魔出世。师姐，大师兄入魔了，他破了宗门阵法，引来了魔族。一朝魔族进犯，我丹云宗迎战，为救父亲。我竭尽全力，奈何敌人众多。他们迫不及待地让义妹占据了我的一切，甚至不惜融了我的本命剑给她。可最终，我活着回来了。恭喜柳宗主，柳仙子与青阳宗少宗主真是天作之合。天作之合，倒是相配。你与我争抢别人的宠爱，我不管你，但你居然敢趁我在魔渊融了我的惊鸿剑。今日我回来是为讨剑，如若不给，那便讨命。呀，是老叟眼花了吗？那不是青舞丫头吗？青婉，那个剑痴不是死在万魔黑渊了吗？看我做甚？这大喜的日子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啊！青婉，月哥哥，静好。听说了吗？那个柳青梧竟然从万魔黑渊活着回来了。柳青梧是那个3年前隔三差五就去挑战别派的剑痴柳青梧。当年万魔黑渊一战，他虽是参战者里年纪最小的，可却生生救下数位前辈。消失3年，今日居然活着回来了，看来他的实力又强了不少。婉儿，你真的回来了！为父想你想得好苦。你的伤怎么回事？在魔渊被啃了几口，不劳您操心了。师妹，你受苦了，以后师兄会好好保护你。你保护我，大可不必，把惊鸿剑还给我就好。青婉，你一回来就这般态度，难道是在愿我与静好成亲？这从何论起？你是说成亲的事？嗨，我知道你们今日大婚，这不特意赶回来喝喜酒的。你果真怨我了，这3年我没有一日不挂念你。行了，我回来不是跟你们父慈子孝、兄友弟督的。惊鸿剑还给我，不然的话，休怪我动手。师兄啊，就凭你，也要对我刀剑相向吗？秦王，你疯了！快放开你师兄！疯了？不，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。师兄，你用宗门秘术强行熔炼我的惊鸿剑势，你难道感觉不到我的神识尚在，感觉不到我还活着吗？我当时以为你……还有你，我的好父亲，惊鸿剑是我母亲用心头血锻造的，除了我，谁也结不了气。柳幸好结气不成时，你做了什么？青梧，你听为父解释，你听我解释什么？你们为了柳星好容我惊鸿剑，而我只能在魔渊里苟延残喘，拼命厮杀。当时你坠入魔渊，怕是回不来了。
你妹妹自幼病弱，没那神剑相护，她如何活下去？在亲生女儿和义女之间，你居然会选她？柳衡凉，你怕是忘了，这丹云宗是我外祖父一手创立的，宗主之位本该是我母亲的，他为我锻造惊鸿剑，是为了庇护我，可你竟然亲手抹杀他留下的最后痕迹。青武，惊鸿剑已经是静好的本命剑，强行毁弃会伤他寿元，你又何苦相逼？你若嫁给我为平妻，以后我定会好生待你，只要你答应绝不伤害静好。今晚，你这个毒妇！师兄啊，这可怨不得我，谁叫月少宗主说话太恶心，惹得我手抖了呢？柳衡凉，你的大弟子和义女选一个吧，我耐心不多，3天之内叫柳静好亲自送惊鸿剑上白鹤山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柳青婉，宗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谁不放过谁，还不一定。哎，好熟悉的阴寒之力，这是柳静好的极品冰灵根。师兄啊，没想到你还有这般秘密。月子真要是知道了，会是一副什么表情呢？哼！姐姐，我来了，放了师兄吧，不要再一错再错了。几年不见，妹妹倒是养得越发圆润了。姐姐，随我们回去吧，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便是了。啊！姐姐杀人了，她杀了大师兄！青武，你竟如此丧心病狂，居然残害同门，我看你是入魔太深。孽障，还不束手就擒！不要啊！父亲何故行此大礼？儿臣受不起啊！孽女，你竟拿你师兄当挡箭牌！一报还一报罢了。爹爹，孟贤荣我惊鸿剑，害我险些命丧魔口，非他修为，不过是取回点利息罢了。倒是你，这3年来，我是替你受了这一遭。如今你为了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就要杀我这个亲生女儿！师姐神志清醒，不像入魔的样子。对啊，当年还是师姐把我们从妖兽手中救出来的，怎么她看也不像入魔的样子？姐姐，你救下父亲本就是恪守孝道，是当女儿的本分，如今却拿这些挂在嘴边，倒显得姐姐你功利心重，后悔救爹爹了。妹妹怎么久不见，你还是老样子，慷他人之高，你最是拿手。师弟师妹们，丹云宗能有今日威名，一半靠我外祖父当年荡平万妖，另一半是我柳青言拿命杀出来的血路。我为宗门砍出一条活路，让旁人不敢轻看。可你这个宗主，除了坐享其成，又做过什么？你这魔头休要放肆！行了，少费心思给我扣入魔的帽子。我今日回来不为别的，只要我的惊鸿剑。柳青豪，这剑已与静好结契，你这是要逼死他？你非要如此恶毒吗？姐姐，你若弃我抢了夫君和剑，我且问你，你落入魔渊3年，月哥哥身为少宗主，理应绵延子嗣，难道还要为你守节一辈子吗？至于这剑，我本是不想要的，当真以为你死了才勉为其难收下，
姐姐，你实在太斤斤计较了。柳金豪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拿着师姐拼命留下的本命剑，居然还有脸说勉为其难！柳金豪，当初你口口声声说大师姐陨落，我们信了你的鬼话，哪成想你竟是为了惊鸿剑，你还是人吗？师姐，我好想你啊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他们都说你不在了。我那是怕与你们不自量力去魔渊寻他，再搭上几条性命，你们怎能这般不识好人心？宗主，在弟子看来，残害同门者绝非师姐，而是另有其人。清白这两个字，我已经说倦了。姐姐不就是想要我的命吗？我给她便是，一命换一命，还望姐姐言而有信，放过大师兄。静豪，不可，小心动了胎气。看来月公子确实是等不及绵延子嗣了。多说无益，既然姐姐非要争个输赢，那便与我打一场。你赢了，我就把剑还你。青梧，请赐教。月子珍，你也太不要脸！你没看见师姐右手受伤了吗？无妨。小师妹，借剑一用。是。师姐，我愿替你一战。我愿替师姐一战。我柳青丸何时输过？打败你，一只手就够了。青梧，此举也是被逼无奈，你若肯服个软。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！趁我师姐一直受伤，你也是装起来了。不用你操心，去小师叔身后看着就好。青梧，你我之间何必呢？你砸了我的血玉，那可是你送我的。脏了的东西留着做甚？从订婚到今日，15件两清了。不就一柄破剑吗？值得你这般争抢？惊鸿！小师叔，你怎么也跟着下来了？轻点，轻点！你要是不跳下来，我还能试着御剑回去。现在带个你，咱俩真要在这晒成人干了。师姐，吓死我了！父亲，为你，我断了一臂一腿，全当剔骨还父。生恩已偿，自此你我再无瓜葛。今日起，我在此自立门派，前路崎岖，愿同行者来者不拒，若不愿，就此别过。昔日情谊，清晚没齿难忘。来日相逢，当把酒言欢。我愿追随大师姐。我等愿与大师姐同行。好，你这不仁不孝、执迷不悟的逆子，胆敢叛出丹云宗者，我定叫你们永无立足之地！走。师姐，柳衡良心胸狭隘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没关系，惊鸿在手，我就是最强的。唉，惊鸿损伤太严重了，
无法注入灵力。柳大小姐，老朽代表青阳宗，求您看在敬爱姑娘有孕在身的份上，先别急着解了那惊鸿剑的命气，免得伤了胎气。即便你们不说，我也不会现在动手。剑身已裂鳞，更是元气大伤。我现在强行解气，只会毁了他。大小姐果然识大体。若您愿意嫁与我们少宗主，诞下子嗣，那孩子可交由您亲自教养，立您为正室。滚！趁我还没想要你的命，滚出白鹤山！大师姐，柳衡良那老贼当真是疯了，他竟在各宗门面前颠倒黑白，说你是妖魔假扮的。当初他入赘李家，靠着我母亲的势力才坐上宗主之位，如今见我不受控，便要指我为妖了。还有，他连宗门事务都不管了，现在一心全扑在孟贤身上。他求遍了药谷也没人理。孟贤前日拿着宗门珍宝，独自去北安海的仙山求药了。临走前他还放了狠话，说定要报仇雪恨。对啊，他还心疼孟贤此行一去路途遥远，派人去追，听说气得在宗祠里直骂人。师姐，你说这柳衡良为何对孟贤如此上心？平日里他对我们这些弟子可不是这样的。爹，求求你救救师弟吧，他被那狐妖抓走了。滚！区狐妖也配让我出山？起来，洗剑。自此我成了剑痴，手中有剑，有何仇怨自己报了便是，无需求他人。师姐，要不你也去药谷看看吧，这里有小师叔坐镇，想必柳衡良那疯子也不敢打上来。确实该去一趟。母亲临终前说过，外祖父在药谷谷主那儿存了样东西，让我合适的时候去取。刘清华，你做出那等不仁不孝的事，居然还有脸来药谷！我怎么没脸了？你容我的本命剑，睡我的未婚夫，你都有脸来，我怎的就不能来了？有本事打一架，没本事就闭嘴。你这般信口雌黄，我百口莫辩。你本就不占理，还辩个屁！我们实在是不行了，腿都软了。你们就当这也是修炼，忍一忍吧。我也是为你们好，多爬点时间，对你们的修为有好处的。二小姐，要不您先下来，我来替你们鼓气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。这不是纯神经病吗？我的肚子好痛。我不是医者，而且这是他求人得人的福报。不能停，禁制的威压会持续侵蚀经脉，耽搁的时间越久，对身体的伤害越大。我从魔渊爬出来，不是为了倒在这里。所求何药？青魔珠。为何？镇压万魔黑渊的封印摇摇欲坠，就要再入魔渊。前辈，我感谢前辈赐。拿上你的东西，走吧。别学你那短命的娘，总不拿自个儿的命当命。您认识我娘？她急逼之前，隔3差5就要入药谷调养身体，吃了我不少灵丹妙药。
结果还是我命硬得很，谁都别想逃走。你跟你娘倒是不一样，不过你俩看男人的眼神同样不好。岳子珍5年前到这儿看过病，年纪轻轻却先天不足，子嗣艰难。啥玩意儿？岳子珍不行，那柳青好的孩子打哪儿来的？多谢前辈，多谢前辈。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归元丹，3枚。多谢谷主。东南方有地洞，是万魔黑渊。剑，给我。拿去吧。小师叔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魔剑师。什么？原来外祖父说丹云宗内的至宝魔剑师长腿跑了，竟然是真的！我只有这点本事了，我能重塑万千神兵宝器，却重造不了人心。魔元3年，是你的魔剑师。谢师叔指点。去练剑吧。师姐真厉害，万魔黑渊的封印当真压不住了吗？前辈们已然尽力，眼下是我们的时间，该由我们守护。丹云宗上空黑云压顶，瘴气弥漫，是大魔出世。师姐，大师兄入魔了，他破了宗门阵法，引来了魔族。看剑！小师妹，护送受伤弟子速去筑剑阁，那里有防御阵。你们几人速去其他宗门求援。师姐，柳恒良躲在筑剑佛，好说歹说就是不开门。不管他，让其他人先去柳自好的住处。柳恒良和梦贤疼他，天灵地宝都在那儿，让他们去避难。其余修为尚可者，随我起阵，绞杀魔族。梦贤怎么堕的魔？我也不知情，只是今天早上后山的阵法被破，我们亲眼看见梦贤引了魔族来。哦，对了，柳剑好被梦贤掳走，关在祭训堂的阁楼上了。去找梦贤，我去后山修复阵法。小师叔，拜托你了。你来了。看见梦贤了吗？姐姐这时候想起师兄的好了，晚了，他不会再为你回头了。他奶奶的，梦贤堕魔了，你还搁这悲催悯求？大师兄就算入了魔，仍记得将我藏在这里，怕我被魔族误伤。是我害了他，早知他用情至深，我不该对他说那些狠心话，终究是造化弄人，造化弄人呀！休伤无期。少总主不是与我相看两厌了吗？何故惺惺作态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我怄气？是不是怄气，你心里清楚。柳静好，你挺着大肚子上药谷为梦贤求药，险些害了我的孩子。你们二人怕是早就私相授受。你若非要这般想，我无话可说。今晚我们成亲，我受够了他的小姐脾气了。我与你正妻之位，叫他做妾侍奉你。岳子辰，你竟如此羞辱我！你我青梅竹马，最终也是兰因絮墨。是你朝三暮四在先，
你俩神经自己玩自己的，别带上我。这种魔物我见过，弱点在背脊上。老伙计，你记仇，我比你更记仇。柳青婉，害我至此，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你还以为我是万魔黑渊那时对你毫无防备吗？就凭你也想和我打？儿啊，快跑！你喊谁？梦贤是你儿子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梦贤资质平平，难怪你事事偏袒他，为他耗费无数天才地宝，为他劳心伤神，甚至连我这个亲生女儿都比不上。我早该想到了。梦贤长得越来越像你，性子也越来越像你，因为他根本就是你的儿子。当年我娘下山除妖，偏偏就那么巧捡回了梦贤。一个几岁的孩子怎么会知道一路跟着我们，又怎么会偏偏求着进丹云宗？柳衡凉，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你骗得我娘好惨！这不能怪我，天下男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？梦贤毕竟是男儿，我总不能绝后吧？我的修为，我的修为！我不杀你，你好好的和你好儿子带来的这些魔物相处吧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尊上，此人乃宗门修为最高之人。吃了它，整个丹云宗便是您的囊中之物。这魔头少说也有1000年的修为，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尊上，先杀他，他更为棘手。快跑！我是大师姐，身后是丹云宗的千百弟子，我绝不走。大哥哥救我！刘金豪，你说清楚，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姐姐，救我！姐姐！刘秋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不好，这已经明显冲着小师叔来了。
杀魔族也尽数杀干净了，大家都没事，就是小师叔他……我无碍，药瓶还有2颗药，给师叔和重伤的弟子。小师叔，醒醒，快吃下去！莫哭，我本是欺凌，今肉身陨落。别说不吉利的话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方可正道飞升。要不你再吐出来，别吃糟蹋了。大家慢点走，扶好伤员，往白鹤山方向去，那里已经搭好临时营帐了。事情告一段落，该去看看老朋友了。刘青婉，我死后必当化成厉鬼，搅弄你永世不得安宁。当人都打不过我，还指望着当鬼能胜我一筹？说吧，因何堕魔？看在往日情分上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。柳青婉，我最讨厌你这副道貌岸然、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我去药库求药，是你毁我的丹田，让我成了一个废物。我上不去药库，是我去北安海。我忘了那条路会经过万魔黑渊，魔族就像闻到腐肉的乌鸦，把我打下魔渊。魔族尊上出世的那一刻，我求他，我跪在地上求他给我生路。所以你就出卖了整个宗门？我只是想活下去，我有什么错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能当名正言顺的宗门继承人，而我只当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？凭什么你生来就拥有一切，而我拼尽全力也只能活在你的阴影里？孟贤，你还是太蠢了。自古以来，胜者亡，败者寇，出身是最无关紧要的事。你今日落得这般下场，从来都不是因为你的出身，而是因为你自己的选择。凭什么你的命这么硬？若是你死了，若是你3年前死在那儿，我就不用变成这副鬼样子。原来3年前那场刺杀也是你做的。孟贤，你害惨了我呀！你怎能说出那种话？月哥哥他不要我了，他真的不要我了。现在知道吗？当初你缠着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就连那个孩子还是我的呢。不可能！骗我！你在骗我！我是清白的，我只跟月哥哥。清白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你一边与月子珍夜夜笙歌，一边与我纠缠不清，不就是想让我当你的垫脚石吗？天下哪有这般好事？我总得要些报酬吧。那天晚上你与我私会，我往你的酒里添了点东西。你以为柳衡凉为何接你回宗门？若非你攀上了月子珍，你本该是我的童养皮。你有极品冰灵根，双修后能助我灵力大涨。月子珍那个废物急着要个孩子，那我就送他一个。我就是要让秦阳宗少宗主养我的种。不是的，你不要说了！不是的，你骗我！他都在这跪了2天了，滴水未进，非要见咱们掌门一面。秦婉，何事？我来给静海送休书，也来向你赔罪。你没资格给他写休书。为什么？静海做错了事，可在这场局里，他也是受害者。你们只能和离，不得休妻。秦婉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后悔？你走到今日这一步，哪一步不是你自己选的？孟贤，这就是你的下场，烂在这里吧。
听说你把那几颗救命的归元丹留着发霉，也不肯重新唤醒另外一只手的知觉。弟子觉得这药该留给有需要的童。这才对，这就是被强行喂药的感觉吗？难怪当时小师叔是那个表情。师姐，你的手好了，太好了！要是小师叔知道，肯定也高兴。其实小师叔这次牺牲真的挺大的。小师妹，库房里是不是还有坛百年陈酿？有啊。师姐，你这是准备赔罪啊？胡说，我这是去慰问宗门功臣。小师叔，这可是弟子特意为您珍藏的好酒，您可得赏脸。小师叔，你别生气了，早点出关。姐姐，你赢了。月哥哥他不爱我了，他再也不爱我了。我不明白，咱们都能修仙了，为什么非要困在谈情说爱里？你不懂的，我们是女子，终归是要仰仗男子而活的。我要当月氏主母，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妻，一剑知君气断肠。师姐，夜深了，他现在疯成这样，每天只知道对着桃枝说话，你说他还有救吗？心脉已断，神识涣散。药谷谷主说过，他这是自掘坟墓，无药可医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还要来看他？为了看他的下场，还是为了让自己心里痛快点？都不是，我只是想看看我的那个虽然虚伪刻薄，却总想着跟我争个高下的妹妹。其实看他现在这样也挺可怜的。恭喜大师姐，才半年时间，惊鸿剑架竟已练到了第5层，不愧是掌门之女，这等天赋，放眼整个修真界也是凤毛麟角。咱们丹云宗后继有人了。父亲，今日的坐忘论和3000变剑诀，我都背完了，也抄好了。放那儿吧，以后这种小事不必特意来报。父亲，您不看看吗？其中几处关桥，我好像悟到了。秦护今日突破筑基，那是宗门百年难遇的大事，我正忙着为他准备固本田园的丹药，哪有闲工看你这些？退下。那柳静好不是掌门的义女吗？怎么跟大师姐差的这么多？名头好听罢了，一个是9天之上的神女，根本就是天壤之别。以后少拿她跟大师姐比。为什么？凭什么你一出生就什么都有？你有嫡出的身份，你有惊世的天赋，你有所有人的宠爱，甚至连我的父亲，他的眼里也只有你。而我除了这偷来的名分，一无所有。既然原本就一无所有，那我就算用抢的，又有什么错？走吧，可怜不是他作恶的理由，更不能抵消他对丹云宗造下的孽。师姐，柳衡凉也走了，你还恨他吗？以前恨他无情，
更恨他算计了我娘一辈子。那现在呢？恨一个人也是要力气的，他不配。娘为了我拼尽最后一口气，柳衡良机关算尽，落得白骨一具；孟贤走火入魔，最后吊死在乱葬岗。比起这些小情小爱，我更在乎这个我母亲宁愿舍命也要守护的人间。师姐，你变了，现在的你好像比之前更加像大师姐了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回去吧。师姐，东边清河镇的求援信已经是第3封了，再不去人，怕是整个镇子都要成死城了。还有西边落霞村和北面云渡城，魔气几乎是地毯式的蔓延，咱们派出去的人手根本不够。肃静！师姐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慢慢说，天塌不下来。原本以为只是零星魔物逃窜，可今天一早，各地的急报突然翻了数倍。清河镇昨夜失踪37户，全是整户消失，连口锅都没剩下。落霞村200亩林田一夜之间全成了漆黑死地，魔气入土3分。云渡城外发现了一座正在形成的魔窟。我孙儿才6岁啊，他只是出去放个牛，为什么回不来的偏偏是他？师姐，这些魔物根本不只是杀人，他们是在吃人。这不是普通的魔幻，这是在蓄势。师姐，下令吧，咱们直接杀进云渡城魔窟，把那帮畜生剁了喂狗。对，杀过去，咱们剑修何曾怕过死？杀得完吗？今天你们杀这一批，明天地底下又会冒出另一批。我们要杀到什么时候？杀到这世间只剩孤儿寡母？只要魔渊的裂缝还在，这里的冤魂就永远不会停歇。传我令，所有弟子分散各地，死守城门，保护百姓。那师姐你呢？我要去一趟万魔黑渊。师姐，那里是死地，万年前的大能都封不住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总该有人替这世间把门关上。恢复了5成，去看看青梧那丫头在干嘛。馋嘴的丫头倒还记得。小师叔，小师叔，求您出关，出大事了！说。掌门，李掌门他孤身下山了，他说要去万魔黑渊。小师叔，胡闹！小师叔，你怎么出关了？你的伤？去哪儿？
封印魔渊，趁着魔族尊赏还没完全降世，我要去彻底关了那裂缝。一个人？我去过魔渊，这次一个人足够了。小师叔，你就这么走了？顺路。从白鹤山到魔渊，小师叔，你这路绕的可真够顺的啊！小师叔，谢谢。留着以后再说吧。先活着回来。好，咱们一起回来。走。拦住他们！那是人族的剑修，绝不能让他们靠近封印！杀了他们！用他们的骨血祭祀尊上降世！小师叔，这些东西杀不完。别在这里缠斗，去阵眼，那里才是你要断的根。明白了，小师叔，你撑住。区蝼蚁人族，也妄想以凡铁肉身封印本尊！想的还要紧。死吧！不好，那丫头挡不住。你的对手是我们！看着你的徒孙变成肉泥吧！挡我者死！蝼蚁不自量力。小师叔了。小师叔，你快让开，你会死的！你知道什么叫惊鸿吗？惊鸿从来不是这把剑的名字，而是你。你是万年魔力出的那道光。今晚剑修之剑，当为弱者鸣不平。丫头，你的剑意里差了一点东西，那叫慈悲。师姐，你要护着咱们呀！原来如此，我执着于找回惊鸿镜，执着于杀柳衡凉报仇。我以为惊鸿只是一把杀人的兵刃。惊鸿从来不是剑，而是为了守护着人间的最后一道光。万年前的李子辰都封不住我，就凭你们两个也想拦住我？小师叔，你歇会儿。
我柳青烟一人，一剑足以封印你。这股力量，这不可能！剑出惊鸿！这回连抬起一抹纸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小师叔，你没死，你居然真的没死！怎么，你很失望？那倒没有，就是觉得有你真好。过去3日了，连个传音符都没有，急死人了！师兄，你说，万一……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大师姐可是从魔渊爬出来的人，可这回那是魔尊真身啊！师妹，你歇会儿吧，这里有我们盯着。我不累。要不咱们几个带点人手过去看看，就算是死，也得给大师姐收。怎么看？咱们御剑过去，灵力耗光了都还没到黑渊边上，那也总比在这儿等死强。都别吵了。师姐临走前跟我勾过指头，她说她一定会回来。她虽然不着调，但答应过我的事儿，从来没食言过。那是什么？魔气还是？是剑光，白色的剑光，是咱们宗门的剑气。是小师叔，那是小师叔的魔嫁衣。小师叔和大师姐回来了！回来了！他们回来了！师姐，你怎么？亏我担心的3天3夜没睡，这祖宗竟然在睡觉！小师妹，烧鸡，给我留个腿。我留你个头啊！走吧。小师叔，那个大师姐真没事吧？死不掉，就是有点丢人。掌门，我这都调了3次了，您到底是怎么看出来歪的？我拿墨斗量着，明明挺正啊！你懂什么？我现在是站得高看得远，心眼通透，那梁在天光下一晃糊涂就不对。再往左点，再左点。躺着看，视角当然是歪的。干活干活，我有点累了。
师姐，全宗回上下下连条看门狗都在帮忙叼石头，咱们都快累吐血了。你倒好，在这儿当起了果子大王。师妹，你这就不懂了，我这叫监工，监工是全宗门的灵魂，懂吗？没有我在这镇着，这房梁能盖得这么稳当？唉，重伤员啊，药谷谷主亲口叮嘱的，说我这得静养。谷主还说过，让你少吃点这种甜得发腻的果子，免得伤口愈合得慢。胡说，他绝对没说。他说了，就在灌你药的那天。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就是没有。小姐，躲开！掌门，您这算不算是在偷懒中练功？胡说，这叫以气御剑，是剑道的高级技巧。我这是在用实际行动教导你们，懂吗？对了，师姐，这一上午都没见着人小师叔呢。昨天我起夜，还看见小师叔一个人在后山那棵歪脖的老松树下面喝酒，坐了一整夜呢。师姐，干嘛？你耳朵怎么红成这样？都给我干活去！今天的石头搬不完，谁也不许吃饭。小师叔，小师叔，师叔，师叔祖，老祖宗，亲祖宗，滚！看来这元气恢复的不错，药谷谷主没骗我。赔礼哦。百花酿啊，30年的陈货，我专门跑去百花谷最深处的那个地窖里买的。买？好吧，顺手牵羊。你之前受伤还不够，非要让人把你打死才舒心。快尝尝，我取的时候偷喝了一口，满嘴花香，真挺好喝。为什么瞒着我？为什么要一个人去魔院？因为我怕。你连魔尊都不怕，怕我？怕你拦我，怕你替我去，怕你陪我死。刘清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若你真的回不来，若你不在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对不起。我不听这3个字。那你要什么？只要我给得起。答应我，以后去哪儿，别再一个人。好，以后去哪儿，我都带着小师叔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呦！